Can you go upstairs?啊，你今天好吗？还不错啊，今天就没什么事情，要待在家。哦，好久没聊了。你要聊什么？没有啊，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以前国中同学，是国中吧？对啊，算啦。我今天要问你一些关于伊斯兰和穆斯林的问题，可以吗？好啊，你就问吧。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对于伊斯兰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就第一印象吗？对，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伊斯兰，然后或者是你对他就是怎么讲，第一个想法感官吗？是什么这样？哦，你说应该说从小时候跟大学的差别吧？哦，大学之后的差别我会，就是你大家可以解释这样子。哦，对，应该说大部分在台湾，我们大部分一开始听到会从新闻上接收到跟伊斯兰或是跟穆斯林相关的，一开始一定就是应该说从宾拉登开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台湾的新闻就是会在讲说，大部分的跟这有关都是宾拉登啊，或是穆斯林啊，或是 ISIS 之类的。这是在大概是我国高中时候吧，那时候大部分会聊到会听到这相关的都是跟这有关。那你刚刚提到说，就是你后来大学时期有改观，是什么原因吗？或者是有什么偶发事件？大概是在我去北京交换的时候吧，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刚好认识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人，然后呢，他就说他是因为巴基斯坦就那边就是大部分都是信仰就是伊斯兰教吧，对。然后他也是一个穆斯林，只是说他是比较算是比较有就是比较有就是有机会去国外念书吧，因为毕竟是北京政府给他钱，然后让他去读就是硕士这样子。然后其实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差不多，都是人啊，然后其实也不会说特别凶暴啊、残暴啊，并不是像电视上面所说的那种就是非常暴力啊，可能动不动就把你抓去就是杀来杀去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很和平的，这样，就是也其实是非常其实他们就也是人嘛，就是比较非常友善啊。基本上你不要，他们其实也知道说你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可能是来自于可能西方世界对他们的那种就是观感，所以他们也会特别会去，就如果你有问的话，或者他们会特别去跟你解释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宗教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吃什么猪肉吧，对吧？对啊。或是他们不吃哪些东西啊，他们会跟你详细的解释这样子。就是通常他们就是不会，他们不是喜欢起冲突的一个族群这样子。对，他们其实也不是很，他们因为你就是想啊，人没事干嘛跟你吵架或者是打架呢？对啊。那我很惊讶，就是你对穆斯林有改观这件事情是在北京发生的。那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于教育营，你觉得他的怎么讲？你对于教育营的看法，就是在教育营的看法，你有什么？你说在教育营是指说就新疆那种的吗？对啊，你觉得，因为你看像你的朋友，他是受到中国政府邀请，那就是现在后期又出现一个在教育营这么大的篓子，你觉得就是其实在教育营这种其实如果以文化保存上来讲，就是你会觉得
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毕竟就是算是用一种其实也是就是用一种不是很好的手段去破坏别人的文化，可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就是一个另类的那种民族大熔炉，你懂吗？他们其实就大陆就学过那种历史，就是他们也是那种就是民族一直合聚，就是一直在自己的结合吧，可是他们用那种比较不是正当的手段吧，对啊，有点类似压迫式的，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知道我是穆斯林吗？你不是有讲吗？好像知道吧，后来改姓了吧？对啊，大概是这几年的事情吧。大概是1年半前左右。那你就是听到之后你有什么感想？没有啊，就应该说你跟另一个人做朋友，你总不可能是因为他的宗教，你不会因为他的宗教的关系，或是他什么种族的关系，所以你就不跟他做朋友了吧？对吧？对啊，是在台湾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发生说你因为他是像是黑人或白人，所以就不跟他做朋友，或是怎么样啊？还蛮感动。你没有觉得就是很惊讶吗？或者是说，怎么就是以前那种吊儿郎当的洪玉璇，现在居然变成一个穆斯林？还好吧，就是毕竟有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找自己的信仰啊之类的，信仰那种的吧，就会改变吧。下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今天是今年的开斋日吗？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已经结束1个月的斋戒，然后今天就是可以正常吃东西。我只知道好像是前几天才是就是怎么斋戒月吧。好，我不知道今天是开斋，我知道之前是那种斋戒月，可是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就是今天是开斋嘛。这个就要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斋戒月的认知有多少？根本大概就知道，就是好像是有一段时间不能喝水这样子吧。反正通常呢，就斋戒月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维持1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这段期间呢，我们都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对啊，我印象中好像是大概是有一天里面有8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不能喝水吧。对啊，一开始还蛮辛苦，其实可是我后来习惯了。对啊，然后我觉得不能吃东西可能还好，然后可能不能喝水有点痛苦。真的是蛮痛苦的。那最主要就是除了在这段期间，我们会比较平静一点，然后就是因为你饥饿嘛，所以你身体不会有太多的活动，所以基本上就会比较专注在我们的心灵上面。然后如果你又每天祷告5次的话，就是朝那个麦加祷告5次的话，那等于是说你会有一个额外的加分，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你崇敬神这件事情有额外的加分。对。然后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好，你可以讲，你说。就是没有啊，就是所以你们一天大概都是吃几餐？2餐吗？2餐，对。斋戒月。对，我们像欧洲，因为像夏天嘛，因为其实那个斋戒月是看月亮算的，然后基本上每年的时间都不太一样。然后像去年就是在很热的夏天，然后今年就是在春夏交际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在冬天，如果在冬天的话就比较容易这样子。之前是看那个吧，就是因为德国好像也穆斯林其实也蛮多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他们就有那种足球员嘛，就是足球员就是也是在斋戒月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比赛前就是可能或许会影响到他们这种就是踢球的那种表现。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那些足球员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是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的，还是他们就是不参赛？他们其实应该要，就是如果以我们的就是观点来说，应该要喝，可是他们没有喝。哇，你知道好巧，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体育教练嘛？
那你知道有哪些运动员？我是运动科学家，不好意思，我是运动科学家。可是你不是有当教练吗？对啊，教练也是一部分。好，运动科学家好。那你知道有哪些运动员是穆斯林的？我不是蛮多的吗？我觉得我昨天有查一下，我印象中像足球员，我只知道那个就是眼袋有点深的，那个德国的欧杰吗？对，就欧杰吧，对吧？就他而已。还有一个比利时的爆炸头那个。比利时爆炸头。对，比利时队爆炸头。我要找一下。应该说比较有名的就是他，就是欧杰吧，因为他就是德国国家队里面就是算是唯一吧，唯一是土耳其，他其实算是土耳其裔哦。土耳其裔的德国人，然后他又是穆斯林。蛮多的吧，我记得之前看 NBA 好像也有一个啊，就是因为 NBA 比赛都是打晚上的，可是他们白天都要训练，可是他那段时间都不能，就白天就不能喝水。NBA 也是哦。对啊，对啊，他其实他也是有遵守这个，所以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有访问到。但是以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毕竟你有运动。身体的水分流失大概约2%，体重的2%的时候，就等于显示你有脱水的现象，就要赶快饮水补充，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生命会有一些危险。那他们也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就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辛苦。就是其实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第二个有在接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体会。那些真的是很贫困人家，他们没水没喝的感觉。你是说像一些比较中东地区水分比较缺乏的地方吗？对，或者是就是可能那些街友啊，就可能没办法找到干净的水源啊，或者是没有食物，然后一整天挨饿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们的话就会就是又什么情况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晚上会有东西可以吃。可是他们并没有，对。这种概念就跟那个就是饥饿30那种的概念是一样，只是就类似体验嘛，只是说你们这个并不是只有单纯一天体验，你们这是就是一段时间的。对啊，类似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找到那个比利时人的，他是摩洛哥裔的，他叫 Maron 我给你贴那个。可能我最近没有看，我最近比较少看足球，可能比较少在知道说这个人。可是因为比较有名的就是欧球，他就是很典型的那个。了解。因为他是因为他是山东鲁能的，他现在已经到大陆去踢球了啊。谁？就比较这个啊。真假的？他现在已经到大陆去踢球了啊。他没有在比利时了。对啊。居然，哇，被大陆买走了是不是？大陆给的钱很多。好。很多，跟英超差不多吧，就跟英国的给的钱是一样多的。哇，这个，好吧，好。我接下来就没有问题。所以所以穆斯林在比利时的人口算很多吗？算很多吧，就是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就是通常来比利时打工度假的人啊，他们都会说就是有一个区域不要去，那个区域叫做 Molenbeek， 就是有传言说那边是恐怖分子的温床，那边的穆斯林真的很多，像玉成他的阿公阿嬷也是住在那边，然后他阿公阿嬷是就是第一代移民，你知道，所以就是基本上他们还蛮有名的这样子，就是可是他们的人真的很好，他阿公阿嬷人真的很好，很善良。你在那边走在路上，其实当然你会发现可能有些就是摩洛哥的年轻一辈的穆斯林，他们可能就比较不会去遵守那种就是要崇尚 peace 的那种氛围，他们可能就玩比较疯，然后有时候就是你可能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就是新年的时候他们都会火烧车这样子。哦，火烧车，可火烧车这个东西不只是在穆斯林啊。对啊，是没错的。可是通常就是很多人看英国人，他们那种看足球看一看，也是如果不爽的时候，也是把那种建筑物破坏掉啊。对啊，你看，我觉得你这个是抓到重点，因为像这边的媒体啊，或者是西方媒体，他们就会把你是穆斯林，然后你火烧车，就把这件事情放大。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是看足球不爽，然后呢就把车子烧掉，是很正当的行为。然后呢，另外一个只是可能不是看足球，然后可能又是因为他是穆斯林，然后把车子烧掉了，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对，类似这种，就觉得他们是对，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啊。对啊，所以就是其实我也在他们那一区住了一阵子，然后其实待久了，我觉得真的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危险，因为就是至少比美国那个吧，美国有些地方那种感觉就是动不动就拿亮枪出来什么的还好吧，或毒品区啊。对啊，美国的那个持枪率还蛮高的。对啊，应该至少那边不会动不动就把枪亮出来，然后呢就一言不合就拿枪就把别人杀死了。对啊，因为在美国感觉这个东西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对，我就连我曾经就听过一个 YouTuber， 他就说，就是他妈妈，因为他们家是以前在经营那种韩国的小杂货店这样子。对啊，然后反正他妈妈就在店里面受到攻击，就是有人拿刀砍他妈的脸。然后你说什么？这你是在说美国，在美国的吗？对，在美国。然后就拿刀砍他的脸，然后就是，可是他妈当时因为那个 YouTuber 他年纪当时还很小，大概国中国小这样子而已。然后他就是那个 YouTuber， 他说他回到家，然后他就想要跟他妈妈打招呼，然后就发现他妈躺在床上，然后用一个毛巾盖着脸，然后他们不想，就是父母不想要吓他这样子。对，然后是后来他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妈当天被砍了脸这样子，然后只是那时候就善意的谎言这样子，就觉得哇好可怕，就是人家又没对你做什么，然后怎么就为了抢劫什么之类的就去。对啊，其实美国这个是蛮可怕的啊，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合法拥有枪支，所以他可能一言不合或是怎么样，就直接拿枪出来。还蛮危险的，所以这样其实看下来，真的台湾真的蛮安全的。台湾对啊，台湾就是太安全的吧。So this is it. Yeah, we talk for a while and because we don't meet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but we still contact each other from time to time, and it was a really nice conversation. Yeah, and I hope you guys enjoy the video, and we'll see you soon. Thank you. Bye bye. Shukran.